真是太好了！阿平的新家马上就要封顶大吉了。早早的起床就赶到了后山的森林里，他要砍下一些棕榈树的大叶子，以此来作为新房的屋顶。这种叶子很大很宽，用来作为屋顶再合适不过了。阿平真是个聪明的女子，从决定盖新房到目前房子快要封顶完成，她甚至没有花费一分钱，这也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机智聪明与辛苦劳动。不过一个孕妇能把房子建成这样也是太不容易了。搬竹子时的不小心滑倒，然后又被竹子压在肚子上，在房顶搭建屋顶的时候一不小心踩空，差点从房顶跌落，每一次都让小编看得捏一把汗。不过好在有惊无险，没有伤到孩子。为了能跟腹中的孩子建造一个温暖的家，阿平一次次的跌倒，又一次次的站起来，真是个坚强的女子。收集好了这些棕榈叶之后，便准备回去了。拉着这些棕榈叶回到了施工现场，把这些棕榈树叶子从中间撕成两半，然后很熟练地打成一个绳结。别小看这个简简单单的动作，这可是阿平的智慧的结晶。由于他没有螺丝等各种好用的连接工具，阿平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一样的效果，方便到时候可以将棕榈叶很好的固定在房顶上。时间不长，阿平又找来一个长长的竹竿，用这个竹竿把这些大叶子高高的举了起来，然后用力扔了上去，搭在屋顶上。阿平始终是一个人干活，对于他来说太不方便了。要是此时能有一个人在旁边搭把手就好了，这样进度肯定能快上不少。然而阿平现在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将所有的棕榈叶都扔到房顶上后，只见阿平深吸了一口气，再次展现出惊人的勇气。他再一次朝着房顶爬了上去。尽管阿平是个怀有身孕的柔弱女子，但她的勇气却比钢铁还要坚定。说实话，这样的危险举动，别说是一个女人了，就算是一般的男人，恐怕都要望而却步。随后在阿平爬上房顶后，将这些棕榈叶整齐地摆放在屋顶，然后用拿来了刚才撕成两半的棕榈叶，把叶子紧紧地绑在房顶的竹片上。不得不说，阿平的这个搭建手法太让人震惊了，各种工具一个都用不到，却能将这些棕榈叶安装得十分坚固。阿平从房子的下面有条不紊地盖着房顶，将这些大叶子一层一层地叠加起来。他心里明白，只有这样重复去好好做，到时候大雨倾盆时屋顶才不会漏水。在被很多的前夫驱赶出家门后，阿平只能默默地承受着遭受的一切。他的生活就像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的突变，心里满是悲伤与黑暗。然而阿平即便身处这至暗时刻，阿平也从未有过一丝放弃生命的念头。阿平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伤害他的人，他要证明不靠他的前夫帮助同样能够顽强地活下去。随着肚子里的孩子在一天天的长大，阿平面临的困难也会越来越多。他现在没有钱来买些好吃的来补补身子，每天都在不停地为生存而奔波。阿平现在根本没有时间休息，更别提去县里的医院来检查身体和孩子的健康了。阿平这样的苦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敢想象的，可阿平却在这样的绝境中咬牙坚持着。看着阿平一片一片地安装着这些大叶子，他专注而又努力的模样让人很佩服。此时的阿平太累了，汗水不断地从他脸上流下，可看阿平的样子并没有要丝毫停歇的意思。一想到马上就能在新搭建的房子里安然入睡，他就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，干起活来更加起劲。很快房顶眼看着就要完工了，可这时却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大叶子似乎不够用了。阿平见状，赶忙从房顶上下来了，又抱来更多的大叶子叶，一片一片先扔到房顶上，随后便又爬上屋顶，继续投入到紧张的搭建工作中。幸运的是，今天的室外不是很热，温度刚刚合适，这种环境下其实还挺适合室外工作。阿平将几个比较宽大的棕榈叶盖在房顶的中间位置，因为他知道这里是最容易下雨漏水的地方，所以搭建这些叶子的时候显得格外仔细。他可不想在日后的某个夜晚正安稳的睡觉时，大雨突然来临，然后屋顶开始漏水，让自己和孩子陷入困境。
看着阿平高高隆起的大肚子，大家不妨来猜猜他的肚子里的宝宝几个月了呢？是活泼可爱的男孩子，还是乖巧伶俐的女孩子呢？希望这个小宝宝平平安安地来到妈妈身边。在阿平不断的艰苦奋斗下，阿平终于成功地完成了房顶的搭建，实现了封顶工作。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消息啊！随后的工作对于阿平来说就比较轻松了。看着一个空地方从杂草丛生变成一个温暖的家，真是打心里为阿平感到高兴。希望阿平赶日完成后续的工作，早日住上自己的新房。